子要多窄有多窄，凳子要多小有多小，顾客要舒服就不让他舒服，吃完了抬着屁股他就会走。吸管要多粗有多粗，冰块要多大有多大，一杯喝完了他会再喝第二杯。你是不是新来的？这还要我教？你别光傻着站着听，快去干事儿啊！为什么说如果你在当年就看懂了《食神》这部电影，就能看懂消费主义陷阱的底层套路？这个超有商业头脑的男人叫阿星，同时也是唐朝影视集团的总裁，在美食界拥有食神的称号，但他卖的从来不是美食，而是深谙人性的包装学。为了维护自己的行业地位，阿星亲自策划举办了全港至尊名厨大赛，而这场所谓的比赛本质上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，更是阿星向整个业界立威的秀场。在比赛期间，阿星以极其严苛的标准评判每一道菜，毫不留情地给多位名厨打了0分。当香港4大名厨戴龙的皇帝炒饭登场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。这道炒饭因其极致美味与不菲身价而闻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戴龙并非虚构角色，而是真实存在的香港4大名厨之一。他的招牌皇帝炒饭在当年就卖到了5000港币一碗，是实打实的天价料理。然而阿星品尝之后，却当众表示这道皇帝炒饭一文不值，饭粒太软影响口感。没想到你连炒饭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，要用隔夜饭来炒啊，炒王！李文啊！随后刘三师傅献上了他的得意之作锦绣多味鱼。这道菜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，需要将不同鱼种最鲜美的部分拼接融合，既考验刀工，也考验烹饪的想象力。然而面对这道极具想象力的菜品，阿星却连筷子都没拿起，仅仅是瞥了一眼便将其直接否决。这条鱼就像受了辐射污染一样，看了我都想呕吐了，你还叫我吃啊？林芬。接着以快刀闻名的厨师呈上了他的作品金缕佛衣。这道菜本意在展示登峰造极的刀工，但他为此花费了整整1天时间，导致作为食材的豆腐早已变质发馊，而他那根缠着胶布的手指也证明其快刀手的称号名不副实。因此阿星毫不意外地给了他0分。至此全场只剩下最后一道菜，杨震天师傅的乾坤烧鹅。杨师傅对自己这道压轴菜充满自信，可阿星仅用手指碰了一下表皮，便同样给出了0分的评价。凉透了，0分，收工。等等，既然是乾坤烧鹅，当然是内有乾坤了。其实是吃里面的荷花雀，这个荷花雀不仅吸收了烧鹅的香味，而且保温，这个手势刚刚好，每一个细节我都考虑到了。食神，我想你没话可说了吧？精彩呀！本届的至尊名厨终于诞生了，没呢。还是0分啊！这个结果让全场观众一片哗然，都无法理解阿星的标准。短暂的沉默后，阿星开口说出了答案，表示这道烧鹅之所以是0分，其根本原因就是太丑了。不可能的，我的荷花雀是百中挑一的，无论身材相貌都是1等1的。我指的不是荷花雀，我指的是阁下。说我丑？喂，我丑不丑关菜什么事啊？有事。试问见到阁下尊容，谁还有胃口来吃东西呢？无论大厨们做的菜有多么精湛，阿星总能找出各种理由一一否定。这既是电影里的行业荒诞，也是周星驰当年身处娱乐圈的真实写照。手握话语权的人永远可以用标准之外的理由全盘否定认真做事的人。而为了回应主持人关于美食真谛的提问，阿星决定亲自示范。他没有选用任何珍贵食材，而是利用极其普通的白糖施展精湛的拔丝技术，在盘中制作出一个晶莹剔透的星子。这道菜虽然朴实无华，但吃过的人都被它的美味震撼。太好吃啦！随着镜头切换，真相也浮出了水面。这场所谓的名厨大赛，从头到尾都是阿星策划的一场公开表演。台上的评判有多神圣正义，后台的交易就有多肮脏不堪。阿星用最直白的金钱交易买断了名厨们的尊严。他在后台逐一感谢各位名厨的精彩演出，唯独在杨师傅面前，阿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，批评他在品尝甜品时的反应过于做作。在阿星看来，自己既然支付了额外的酬劳，杨师傅就应该表现得更专业。然而事实的真相是，杨师傅的反应并非演技不好，而是因为阿星在甜品中加入了水晶胶和双氧水，导致杨师傅品尝后发出了本能的惨叫。我当时吃着你做的水晶胶和双氧水，当然是水晶胶跟双氧水了。事情不就告诉过你了吗？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呢。的确很难忍。当然难忍了，就是因为难忍才叫你忍嘛。你还敢跟我顶嘴？你以为你真的有本事啊？有本事就是你站在这边训我，而不是我站在这边训你了。你真是蠢到家了。要是换了我2年级的脾气，我一脚就把你踹到下面马路上去，再把你挂到皇后巷广场上鞭尸。你这个蠢货！马上给我喊的烟头站到墙角上去，喊太好吃了，喊到我满意为止。
这段台词直接扒光了资本剥削的底层逻辑，有本事就是你站这儿训我。阿星的逻辑极其简单，谁掌握资本，谁就掌握真理。食物的本质在流量和作秀面前一文不值，这种极致的傲慢也为他日后的众叛亲离埋下了伏笔。在结束了比赛的闹剧后，阿星随即与商业伙伴达叔会面，两人表面上是称兄道弟的合作伙伴，但实际上彼此都心怀鬼胎，时刻盘算着如何将对方整垮。这次达叔主动上门，是希望阿星能为他侄子设计的新型泡面代言。然而就在侄子刚准备开口想要详细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时，阿星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直接打断了他的发言。你走过来干什么？要讲你就站那边讲，这是你站的地方吗？你哪里人呢？潮州。普利阿姆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还双硕士学位，我看你是吃屎学位吧？你走过去干什么？人家叫你吃屎啊，听到没有？哎，算了，不要吓他。该这样吧，这侄子我不教训谁来教训？随后阿星就开始挑起了这款泡面的毛病。松垮垮没什么弹性，这是吃的，要弹力干什么？打乒乓球啊？谁说不可以打乒乓球呢？以后还蛮弹力。哎，喝酒啦，坏蛋！最终阿星还是拒绝了达叔的合作请求，这让达叔白费了一番心血。但他并未当场发作，反而强忍着怒火，继续陪着笑脸。一场针对阿星的阴谋也悄然展开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最可怕的不是当场翻脸，而是笑着给你挖坑。阿星在绝对权力中丧失了最基本的防备心，他把达叔的忍让当成了软弱，却不知在商场上，最强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随后达叔先是向阿星推荐了一批问题牛肉，利用其超低的价格作为诱饵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名为唐牛的年轻人也找到了阿星，想以粉丝的身份拜阿星为师。而这是达叔布下的第二步棋。我叫唐牛，是中国厨艺训练学院第105届的毕业生，我说的菜很好吃啊。对呀，烧菜烧得好，要饭要到老。你拿起来这个傻蛋呐！大哥，我不认识他，这不是你的人吗？肥牛，你哪儿部门的？我没有部门，自个儿来的啊！为了博取阿星的信任，唐牛将自己的姿态放到了最低，表示让自己干什么都可以。你真的很想跟我？是啊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。你马上到电梯口拉泡屎给我看看。唐牛对这个考验的简单程度感到意外，他直接跑到电梯口，准备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忠诚。就在他刚蹲下时，阿星及时制止了他。通过这次试探，阿星确认了唐牛身上那种毫无底线的服从性，于是让他第二天直接去秘书处报道。此时被权力蒙蔽双眼的阿星根本不懂，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的羞辱，心里往往藏着常人不敢想的野心。唐牛能忍受这般屈辱，自然也能下常人不能下的狠手。阿星自以为掌控了全场，却不知道自己亲手按下了炸弹倒计时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唐牛进入了漫长的潜伏期，他一边忍受着阿星变本加厉的折磨，一边用无懈可击的忠诚表现，一步步瓦解了阿星的戒心。凭借这份忠诚，他成功被提拔为集团核心助理。此时，唐朝集团的第50间分店也已准备就绪，一场颠覆食神地位的阴谋即将在开业庆典上爆发。台子要多窄有多窄，凳子要多小有多小，顾客要舒服就不让他舒服，吃完了抬了屁股他就会走。吸管要多粗有多粗，冰块要多大有多大，一杯喝完了他会再喝第二杯。你是不是新来的？这还要我教？你别光傻着站着听，快去干事儿啊！如果说阿星有什么是真正领先时代的，那一定就是他的黑心商法。在他的逻辑里，顾客从来不是什么上帝，而是可以被精准算计的韭菜。压缩座位提高翻台率，加大冰块促进复购率。早在90年代，他就把今天的网红餐饮、连锁饮品的盈利套路玩得明明白白。而在这场开业典礼上，阿星也顺势推出了他的最新杰作刻骨铭心初恋套餐。他利用自己作为食神的影响力，发表了一番极具煽动性的演讲，硬是把一碗普通的杂碎面与初恋这个概念捆绑在了一起，并堂而皇之的定价99元。他甚至还设计了一个消费陷阱，表示每份套餐附赠一枚印花，消费者在集满5枚之后，只需要再额外支付99.99元，就能换购一条骨头项链。而这条项链最大的卖点，就是被阿星吹嘘为拥有神秘力量，能够为佩戴者带来好姻缘。阿星在此刻将消费主义洗脑玩到了极致，他深谙大众心理，明白人们买的根本不是面条，而是一个被包装好的幻想。放到今天，就是无数网红店情怀产品的真实复刻。普通的产品配上满分的情绪包装，就能精准收割一茬又一茬的消费者。为了打消客人的疑虑，让他们觉得99元物有所值，阿星随即开始了现场演示。他知道这场演示的关键不在于烹饪技术，而在于通过话术重塑食材的价值。首先，我要重金礼聘一队热恋当中的猪，趁他们不注意抽他们的血，再用他们的血，就是朱红了。哎，是浓情化不开的猪。赋予猪血浪漫的定义后，阿星又把普通的炸猪皮包装成了情比金坚的象征。然后我把他们的皮炸成金黄色，猪皮，哎，是情比金坚的炸猪皮。猪皮就是猪皮。尽管已经察觉到唐牛的变化，但为了维持场面，阿星只能继续他的表演。朱红、猪皮、鱼丸，那还有没有萝卜？
突如其来的搅局彻底打乱了阿星的节奏，于是他将旁边的唐牛一把推开。说起来当然少不了代表天长地久的韩国野生萝卜，再加上一条荡气回肠的猪大肠，再铺在恩爱缠绵的面条上面，就是一家团聚，成为一碗街边的杂碎面。此刻的唐牛判若两人，他当众揭穿了阿星的把戏，抨击他用普通食材来故弄玄虚，想以此来谋取暴利。就在阿星准备下令赶人时，唐牛又把重点拉回到食物本身的味道上。随后一场充满羞辱性的点评开始了。咖喱鱼丸没鱼味又没咖喱味，失败。猪皮煮的太烂没嚼头，失败。猪红松扑扑的一夹就散，失败。萝卜没挑过筋太多，失败。最离谱的就是大肠，完全没有洗干净，还一块屎，你又没搞错你这么做生意有没有良心啊？唐牛的点评让阿星哑口无言，眼看局面急转直下，阿星只能急忙呼叫保安清场，结果却发现达叔正拦着保安，摆明了要看他的笑话。阿星这才恍然大悟，意识到这并非偶然，而是达叔与唐牛的阴谋。在媒体的长枪短炮下，阿星想让店长掩护自己撤退，殊不知店长也成了对方的人。至此，阿星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只能被动地接受唐牛的羞辱。在持续的言语刺激下，他终于失控爆发。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话，我才是食神，你就连给我提鞋你都不够资格。你想整我？我不怕你，来啊来啊！我告诉你，相不相信我杀了你全家？此时，阿星的无能狂怒戳破了他作为神探偶像最后的体面。他总是习惯用强权解决一切，但在真刀真枪的降维打击下，纸老虎的本质暴露无遗。从高高在上的食神到一无所有的光杆司令，往往只需要一瞬间的功夫。阿星的这番威胁也被记者尽数拍下，唐牛则顺势加码，讽刺他不配拥有食神的称号，并要求他展示刀工。怒气上头的阿星拿起菜刀，但可笑的是，唐牛只用了一个汤勺就化解了他的攻击。身为一个厨师，你连拿刀的力量都没有。阿星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，唐牛就已经换上了一身厨师装。显然，他对食神这个位置早已图谋已久。让我唐牛来教你怎么样做一碗好的杂碎面。唐牛随即开始了他的表演，只见他刀法精湛，动作一气呵成，各种食材在空中翻飞，被他精准的处理。随着一勺高汤浇下，一碗无可挑剔的杂碎面便呈现在众人面前。此时，阿星才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他回想起与唐牛相处的种种过往，这个看似忠厚老实的身影背后，却隐藏着将自己取而代之的巨大野心。这时，几名警察的到来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们用顾客食物中毒为由，怀疑阿星使用了来自英国的走私牛肉，要求他回去协助调查。阿星脑中一片空白，瞬间想起这批出事的牛肉正是达叔当初推荐给他的便宜货。一个环环相扣的阴谋清晰地浮现出来。阿星纵有万般不甘，也已无力回天。经此一役，食神阿星彻底陨落，唐朝饮食集团也随之破产，所有产业都被达叔和唐牛联手吞并。唐牛也在达叔的扶持下，名正言顺地坐上了食神的宝座。他不仅夺走了称号，更是全盘继承了阿星过去那套经营手段。台子要多窄有多窄，吸管要多粗有多粗，冰块要多大放多大，薯条炸的要多老有多老，让小朋友吃了要多渴有多渴，这些事你应该知道，不用我多说了。这样做对小朋友的健康好像不太好吧？史蒂芬周以前除了训你之外，有没有打过你啊？没有。气死我了！你们别逼我啊！刚坐上食神宝座的唐牛，立马就把阿星的黑心商法抄得一干二净，就连刻薄嚣张的嘴脸都分毫不差。此时跌落神坛的阿星早已风光不再。几个月后，阿星游荡在庙街里，即便口袋里1毛钱都没有，他依然在伙计的摊位前坐下，还端着往日食神的架子，学着当初唐牛的那套点评话术，对着一碗杂碎面挑3拣4，企图吃一顿霸王餐。萝卜没挑过，筋太多，失败；猪皮煮的太烂了，没咬头，失败；猪血烂兮兮的，一夹就散了，失败中的失败。最惨的就是大肠了，里面都没洗干净，还有坨屎，你看到了没有啊？阿星的这番毒舌点评直接引爆了火药桶，还不等老板娘火急发话，小弟们便用拳头让阿星付出了代价，随后更是把他按在地上一顿摩擦。这时看似不好惹的伙计姐却展现了善良的一面，阻止了小弟们的进一步行动。可阿星显然还没有吸取到教训，他爬起来后非但不收敛，反而摆出自认为帅气的姿势，继续厚着脸皮向伙计索要赔偿。哎呀，我看我真的该看医生了，你就随便给我一个找麻烦是吧？没，老大，不好意思哈，找麻烦我奉陪。不是，哎呀，大家都是好兄弟吧，对不对？我是食神呢，大家都是好兄弟吧？就给你灭草吧哈。阿星的这番敲诈无异于火上浇油，回应他的是一顿更为猛烈的胖揍。关键时刻，伙计再次出面拉开了众人，否则阿星即便不被打死，也得落个残废。伙计将阿星拖到巷子里，并赶走了试图上前补刀的肥雪，这才让阿星逃过一劫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阿星才醒了过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伙计正在为他清理
理血污，随后又端来一碗看似平平无奇的叉烧饭。尽管卖相十分普通，但还是让阿星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美味。而这碗落魄时的叉烧饭，也成了阿星从云端跌落之后第一次尝到不带任何包装与算计的食物。此前他一直信奉包装大于味道，靠话术和概念就能把杂碎面卖到99元，而此刻他才真正明白，食物的本质永远来自食材本身和厨艺。可就在阿星专注于干饭时，外面的喧嚣又把他拉回现实，还不等他搞清楚状况，就稀里糊涂的成了火鸡姐的成员之一。我只不过是个女人，你想唬我就唬我吧。不过当年丧彪喝醉了，就当头就砍了我一刀，让我拿着双刀由西贡街一直追到公众四方街。有哪个不认识我双刀火鸡的？通过双方激烈的争吵，阿星很快便理清了头绪。原来火鸡正在与超号鸡哥的对手争抢牛丸与撒尿虾的独家经营权。眼看两人谈判陷入僵局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准备干架时，一个绝妙的商业点子瞬间打破了僵局。争什么？掺在一起做成撒尿牛丸呢？笨蛋！哎，谁要？谁又乱打枪？老大在这说话，谁乱插嘴，滚出来！鸡哥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于是命令手下挨个模仿这句话，试图找出这句话的主人。这场滑稽的排查让紧张的气氛荡然无存，也让声音极具辨识度的阿星暴露无遗。争什么笨蛋！你争什么？掺在一起做撒尿？等等，你再说一次，说的是你。争什么笨蛋！妈的，你再清楚的说一次！争什么笨蛋！王八蛋，还说不是你啊！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，你听得出来？哼！你的声音这么怪，化成灰我也听得出来。伙计，他是你的人，该怎么处置？身份败露后，鸡哥立即准备执行家法。关键时刻，火鸡挺身而出，一招空手接白刃救下了阿星。两人随即展开交手，火鸡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力量，一刀劈碎木桌，彻底震慑住了鸡哥，从而赢得了这场地盘之争。事后，阿星向火鸡表达了诚挚的感谢：“刚才真是多谢你了，师兄弟不用说。”吃了败仗的鸡哥咽不下这口气，带着一众小弟前来报复。然而，当他闯入火鸡的地盘时，看到的却并非严阵以待的敌人，而是阿星与火鸡两人呆坐桌前的诡异景象。鸡哥上前查看，竟也瞬间被同化，变成了第三个发呆的人。而造成这个原因的，竟是一颗弹力惊人的撒尿牛丸。撒尿牛丸？没错，这弹力这么好啊！因为这牛丸的中间是空的，道理呢就像现在鞋底有气的球鞋一样。喂，我吃一口可不可以？快吃啊！这一口下去，汤汁在鸡哥口中瞬间爆开，那无与伦比的美味让他彻底折服。阿星则解释道，这颗牛丸的成功全依赖火鸡惊人的臂力，经过26800多次的反复捶打，才造就了这极致的弹性与口感。阿星研发的撒尿牛丸属于是教科书级的产品创新思路，把两个同质化竞争的品类合二为一，创造出独一份的新品类，直接从根源上绕开了地盘争夺和价格战。当别人还在讨论蛋糕应该怎么分时，阿星已经做出了一块新的蛋糕。放到今天的商业环境里，这就是典型的蓝海战术，不在存量市场里互相内卷，而是通过品类融合创造出增量市场。随即阿星提出了商业合作，表示凭借自己的经营头脑，轻松将撒尿牛丸打造成爆款，赚到几个小目标指日可待。一听说能发财，俩人瞬间都来了兴趣。火鸡的梦想是买一套顶级音响，而鸡哥则务实的想买楼收租。不过要是换了我，开分店，1间变2间，2间变4间，4间变8间，8间以后就上市，上市以后再集资，接着就是炒股票，然后再炒地皮，接着再分开上市，到时候光收股息我就削翻了。当街头混混还在为买楼收租沾沾自喜时，阿星一开口就说出了资本市场的终极玩法——杠杆裂变。这不是聪明与否的差距，而是认知的碾压。普通人是以自身能力来赚钱糊口，生意人则赚的是差价钱，算的是连锁扩张的规模，而资本赚的则是产业裂变的钱，玩的是资源整合与规则制定。3说干就干。经过几天的准备，撒尿牛丸店正式开业。他们满怀期待的迎接第一天，结果却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，一个愿意尝试的顾客都没有，空有好产品却没人买单。这是所有创业者都会碰到的第一道坎，再好的创意也绕不开冷启动的难关。顾客都有自己固定的饮食习惯，陌生的新品很难一眼就打动路人。阿伯，来碗撒尿牛丸尝尝啊！吃了不会尿床啊！很好吃的。一番吆喝不仅没招来生意，反而吓跑了路过的老奶奶，让本就低落的士气雪上加霜。为了挽回局面，阿星只能咬牙将价格从收费降到免费。可就在大家几乎要放弃时，一个护士的出现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位顾客。免费这么划算，来一碗外卖。尽管只是一个免费的外卖订单，阿星还是强行打起精神，将其包装成一次伟大的商业突破。这不就做成第一笔生意了？离上市集资已经跨进了一大步了。
正是这份不起眼的外卖引发了一场连锁反应。护士因为工作忙，不小心把牛丸放在了餐车上，餐车又恰好被推进了厌食症的治疗室。当护士回头寻找牛丸时，竟然目睹了奇迹的发生。患有厌食症的病人竟被牛丸的香气所吸引，开始主动进食。他吃东西了！能让厌食症患者主动开口吃饭，这份说服力比任何广告都管用，也让撒尿牛丸一下子有了最强的口碑背书。而这个意外的发现也彻底改变了牛丸店的命运。就在阿星等人无精打采之际，护士竟带领着一群人涌入店中，准备抓住免费的机会饱餐一顿。不要钱，进来天天吃啊！阿星立刻意识到翻身的机会来了，他毫不犹豫地恢复了收费，并且直接翻倍到了40元。电影用极快的节奏展示了阿星的逆袭之路，从空无一人到人满为患。阿星也重拾往日食神的风范，面对记者的采访，他上演了一出精心编排的营销大戏。喜提番长，为什么你的撒尿牛丸会这么受欢迎呢？我想让我来回答不太公平，最好问一下顾客为什么来捧我的场。哎，小兄弟，你为什么喜欢吃撒尿牛丸呢？自从我吃了撒尿牛丸之后呢，头脑都变得灵活了好多，每次考试都得100分呢。哇，真的那么厉害啊！我吃完以后更美了。我吃了之后明显的高了，人也壮了，自信心又回到了我身边。呀吼！在媒体发布会上，他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营销秀，不仅用自己人假扮顾客营造火爆场面，更当众用牛丸打起了乒乓球。这一系列举动让在场记者瞠目结舌，也让死对头达叔感到了威胁。达叔随即设下一个圈套，他利用自己对阿星行事风格的了解，预判他肯定会贷款扩张，于是联手银行准备给予阿星高额贷款，意图在他扩张最快时将其一举击垮。达叔这算盘打得叮当响，掐准了创业者最容易栽跟头的扩张节点，就等着阿星资金链断裂的那天，以此来吞掉他现在的生意。而一切果真如达叔所料，阿星抵押了全部身家，将贷款来的资金都投入到一些偏僻的店面里。达叔通过电脑分析，这些店面位置连接起来，竟然是一个死字儿。看到没有啊？死路一条！要多少就借给他，让他死得更惨一点。达叔的狂妄暴露了资本的贪婪与傲慢，他以为用钱能砸死对手，可他偏偏算错了最关键的一步。阿星从来就没打算按他的剧本往下走，他并未开设任何实体分店，而是将全部资金投入生产线，将撒尿牛丸制成罐头食品全面铺货。做罐头？是啊，全香港2800多间超级市场、便利店都会有的卖。商业的最高境界是降维打击，阿星看透了实体垄断，直接将产品做成工业标准品。放在影片上映的年代，这一步直接跳出了死局。那时候线下铺位全被资本攥在手里，不管你开多少家店，资本都能靠渠道掐死你多少家。可做成量产罐头就不一样了，全港几千家商超便利店全是你的免费货架，对手跟你同赛道掰手腕的资格都没有。此时达叔急忙调出销售分布图，发现阿星的产品已经覆盖了全港的商超网络，销售网点汇集成一个寓意搞定的颠子，局势瞬间两极反转。阿星也凭借这一商业奇迹获得了香港影视旗他的称号。在颁奖晚宴上，阿星与达叔再次对峙，正式宣布自己将参加下个月的食神大赛，是要赢回曾经丢掉的头衔。这时唐牛轻蔑地嘲讽阿星的厨艺不到家，不料此举激怒了爱慕阿星的伙计，他抄起垃圾桶就朝唐牛砸去，却不小心砸中了达叔，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阿星则看似在劝解，实则也利用混乱狠狠胖揍了一顿达叔，表面上是拉架背地里却下死手。阿星跌落神坛后，学会了收敛锋芒，开始使用这种滑稽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憋屈。此时吃了大亏的达叔气急败坏，放下狠话要置阿星于死地。随后镜头一转，阿星在洗手间制止了还想继续动手的伙计，为了平复他激动的情绪，阿星只好将他抱进怀中。可这个拥抱却让伙计鼓起了勇气，他主动亲吻了阿星，让阿星一整个懵逼在了原地。这时鸡哥的出现打破了这微妙的氛围，伙计借口要回去报仇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情感，却被阿星严厉制止了他的冲动。我说过动手了吗？要打我也会先打啊！你以为这是妙计啊？狗改不了吃屎，看什么看？你是不是现在打我啊？与其说是在骂火鸡，不如说是痛恨现在的自己。毕竟阿星曾是高高在上的食神，见了太多人前奉承人后踩，根本不敢信有人会用真心对待自己。他的话说得越难听，心里的胆怯就越藏不住。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，庙街的庆功宴上热闹非凡，却唯独少了火鸡的身影。显然他被阿星的话伤透了心。几杯酒下肚后，肥雪觉得是时候让阿星了解真相了，于是说出了火鸡毁容的始末。坤叔的手下丧彪啊，来鸡姐这里吃宵夜，他拔了鸡姐的旗。拔了他的旗？谁拔了我的旗呀？你这个王八蛋，敢用我摊上的旗来擤鼻涕！你老妈没有纸给你用啊？你会管我没有？
这面旗对火鸡意义非凡，于是他当即上前理论，却不料丧彪恼羞成怒，直接让手下砸了他的摊位。在混战中，火鸡被丧彪砍到了脸，不仅留下了永久的疤痕，更因神经损伤导致了牙齿外凸的后遗症。但这并没有让火鸡姐屈服，反而让她变得更加强悍，直接拎着双刀狂砍丧彪一条街。这件事儿也让她在庙街一战成名，从此无人再敢小觑。这只旗害死他了。到底是什么旗啊？就是你那只旗，我那只旗，你当年食神那只旗。草根的爱情就是这么生猛又轴，他拼命维护的不仅是旗，而是在底层里仰望过的一束光。直到这时，阿星才真正看清火鸡的内心世界，明白了他从一开始就认出了自己，并且一直默默地将爱意深藏心底。就在众人为此感慨万千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们。只见火鸡换上了一袭长裙，形象焕然一新的站在那里。我问你说什么？我叫你不要乱讲的。其实是他叫我找机会讲给你听的。不过既然讲了也就算了，又不是什么丑事。气死人了！明天你一个人回大陆啊？没人陪你去啊？我陪你好不好？换上裙子的火鸡姐拼命掩盖江湖气，展现出了笨拙的女儿情，像极了爱情里最卑微又真实的样子，总想努力变成对方喜欢的模样。可惜这种小心翼翼的表白，对于没开窍的阿星来说，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。阿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于是只能赶紧呼叫计程车，仓皇逃离了现场，将火鸡独自留在原地流泪。不久后，阿星来到了湖南，一心想要进入中国厨艺学院深造，却发现自己连学校大门朝哪儿开都找不到。就在他打电话向鸡哥求助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远处狂奔而来，正是紧追不舍的火鸡。阿星吓得扔下电话，拔腿就跑，但他一个养尊处优的厨师，又怎么能跑得过狂砍丧彪2条街的女人？没费多少功夫，阿星就被火鸡一把抓住。原来火鸡担心他出门匆忙，特地千里迢迢的给他送来了生活用品。接着他又拿出一张纸，在上面画上了一颗心，希望阿星能在旁边画上另一颗心，再用一支箭将它们连在一起。虽然阿星可以轻松画心，但他也十分清楚自己与火鸡是单纯的兄弟关系，绝无半分男女之情。喂，我千山万水的到这里叫你帮我画个心吗？这你都不愿意？你不念在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，也该念在我为你挡了这么多刀啊！听到火鸡提及往日的牺牲，阿星非但没有感动，反而将这一切都撇得一干二净。刀也不是我叫你去帮我挡的，其实关我什么屁事呢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每个人过来帮我挡2刀，就要我这样，要我那样，那我不是烦死了？火鸡的话带着道德绑架，阿星的回答虽然渣，却也是大实话。他不愿背负强加的恩情，也不想在落魄时欠下感情债。这话虽然听着十分凉薄，实则是跌入谷底的人最无力的自保。阿星连自己的人生都还没捞上岸，哪里有敢欠下一份以命相托的感情？很快，阿星的报应便接踵而至，一个杀手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并掏出手枪对准了阿星。可就在这时，火鸡再次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脸接下了那颗子弹。就在杀手正准备2次攻击时，一辆货车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这意外的变故给了阿星一丝生机，赶紧跳上货车逃离了险境。但好景不长，剧烈的摇晃将他从车上抛下，沿着陡坡一路滚落到山谷。俗套的剧情也在此上演，大难不死的主角总有奇遇。阿星在山谷里竟发现了一座少林寺，寺庙中的僧人虽然将他救起，但他在滚下来时也被毒藤划伤。少林方丈梦遗大师展现了医者仁心，不仅用草药为他清除了大部分毒素，更是不惜亲口为他吸出伤口残留的毒液。别动！你呢，就让那有毒的刺给刺中了。现在幸亏毒物还没走到百会穴，要不是这样，你就死定了。那我已经帮你把毒吸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只剩这里了。从未见过如此阵仗的阿星完全误解了方丈的善意，以为对方是在借机轻薄自己，惊恐之下一把将对方推开。而这一举动也严重伤害了方丈的自尊，他留下一句警告后便如幽灵般消失在门外。起初阿星还不以为然，直到一个小和尚前来通风报信，他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。这次你麻烦大了，方丈这人小心眼儿。谁说出家人一定6根清净，哪怕是少林方丈也会爱面子和记仇。谁知这句悄悄话竟被方丈听见，在阿星惊恐的目光中，方丈用一招大力金刚掌将议论自己的小和尚当场击毙。这一幕让阿星冷汗直流，当即决定逃离这座恐怖的寺庙。然而当他冲到门口时，18铜人阵早已严阵以待，彻底封锁了他的所有退路。少林寺18铜人3、5、1、少林寺18铜人得罪了方丈，还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话音刚落，18铜人组成的罗汉阵便向阿星压了过来，让他深刻的体验了一番什么叫绝望。第一次逃跑尝试以他被揍得不省人事而告终。然而阿星并没有放弃，他开始研究寺庙的结构，试图找到防守的薄弱环节。阿星天真的认为只要翻越围墙便能重获自由，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响亮的一巴掌。当他从墙头跃下时，迎接他的是18位早已恭候多时的接待员，以及新一轮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。在经历了2次失败后，阿星终于开窍了，意识到想从这里离开唯一的办法就是获得
得18铜人的认可，于是他一反常态，积极主动地融入对方的集体生活。最终，他从一个阶下囚摇身一变成了牌桌上的好兄弟。在关系日渐熟络之后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。我一个蛋，什么时候才能够从这里出去啊，兄弟？方丈什么时候罢休了就放你出去。那方丈他什么时候才会罢休呢？老大，真是。哎，你看见那边扫地那老头没有？他13岁因为得罪了方丈，关到现在。你自己想想吧。从被挨打到一起打牌，是阿星适应环境的终极妥协，而扫地老头被方丈关到老，也体现了个体在绝对权力下的无力感。当得知自己同样可能被关到老死时，阿星积压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，他一把就掀翻了桌子，自然又遭到了18铜人新一轮的物理教化。在日复一日的挨打与逃跑中，阿星意外闯入了寺庙的厨房，直到这时他才发现厨房就是传说中的中国厨艺学院。看清现实后，阿星决定既来之则安之，他开始潜心修行，白天在厨房钻研烹饪的奥秘，晚上则找18铜人学习武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竟奇迹般的将两者融会贯通，厨艺与武功齐头并进。可即便他已脱胎换骨，记仇的方丈依旧不肯放行。眼看食神大赛仅剩2天，为他挡下子弹的火鸡至今也还音讯全无。在双重的压力与愧疚感之下，阿星竟然一夜白了头。这头白发不是因为食神的头衔，全是他对火鸡下落不明的愧疚一点点熬白的。从前阿星眼里只有输赢名气，直到失去了最珍贵的人，才明白什么才是最该珍惜的。而这番凄惨的模样恰好被暗中观察的方丈看在眼里，最终方丈还是决定放他下山。而与此同时，唐牛正对着9星连珠的异象心神不宁，总觉得有大事要发生。达叔却对此不屑一顾，坚信杀手早已了结了阿星，食神大赛上绝不会再有他的位置。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那个被他们认定已死的人，此刻正乘着一艘小船赶来。大神，麻烦你再乘快点好不好？这已经是最快了。白发配孤舟，阿星此刻已历经生死，看透名利，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嚣张跋扈，只剩下对守护之人的坚定。昔日那个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的食神死了，但一个有血有肉、真正懂爱的食神终于靠岸了。怎么那么巧？我做的也是佛跳墙。省省吧，别以为染了白头发、穿上古装就真有两下子了。我也是啊，想抢食神的位子，下辈子吧。唐牛以为阿星还是以前的他，殊不知经过1个月的魔鬼训练，如今的阿星早已今非昔比，就连少林方丈梦怡大师都被阿星折服，和他一块来到了参赛现场。请问你是哪一位？少林寺方丈，法号梦怡。方丈话音刚落，身体便缓缓悬空。观众本以为将要目睹绝世武功，没曾想他只是被2名保安强行架了出去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保安，把闲杂的人赶出去以后，顺便关窗上锁，别再让有梦怡的人进来。前一秒还仙风道骨，气场拉满，下一秒直接射死现场。星爷的反转永远来得猝不及防。清场完毕后，主持人文谦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但没过一会儿，唐牛就意外发现阿星的动作与自己极为相似，于是立刻抗议阿星抄袭他的招式。倚天天，屠龙斩，降龙18掌，打勾拳。阿爷，阿学我！唐牛给切菜炒菜都套上武侠名号，像极了现在那些爱炒概念的伪大师，听起来唬人，实则全是花架子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，唐牛随即对阿星做了一个鬼脸，不料阿星竟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，这让主持人文谦感到十分棘手，只好将决定权交给了评委。而评委却认为这种行为在比赛中合情合理，好像跑步游泳一样，还不是你做什么他做什么，有什么好抗议的？裁判一句话直接撕破了遮羞布，在花里胡哨的名字也掩盖不了本质上的同质化。抗议无效后，唐牛决定用更直接的方式干扰阿星，他用热油炸过的海参当作暗器扔出，但阿星仅用一把勺子就轻松接下，并巧妙地将其融入自己的菜品中。随后阿星将滚烫的菜油直接泼向唐牛，仓促间唐牛拿起厨具防御，谁知抓到的偏偏是个漏勺，顿时就给他烫出了个大大的表情包。被激怒后的唐牛使出全力，一掌震飞桌子上的所有刀具，再用一记飞踢将菜刀全部射向阿星。然而阿星轻轻松松就接下了所有飞刀，殊不知唐牛还藏有最后一柄后手刀。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阿星无法应对时，他竟一脚又把飞刀踢了回去。唐牛虽然成功闪身躲过，却连累了在一旁观战的达叔。特别是刀背，刀背，真的是刀背啊！阿星只用刀背出招，留足了余地。论武功，论格局，论心性，唐牛从根上就差了10万8千里。唐牛此刻也终于恍然大悟，明白阿星的厨艺同样来自中国厨艺训练学院，这让他自尊心差点碎一地。自己10年的努力，竟被人用1个月的时间轻松比肩。但唐牛不知道的是，阿星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天赋，背后还有少林18铜人的地狱式陪练。你真的进了中国厨艺训练学院？少来了！中国厨艺训练学院就是少林寺的厨房。恼羞成怒的唐牛直接施展少林轻功，并带着大力金刚掌向阿星猛攻过去，试图用武功证明自己才是正统。
好轻功，轻功的奥妙之处就是可以让一个好像肥猪那么重的人飞到半空之中，而且还可以叫得像杀猪一样。无论再厉害的武林绝学，碰上最顺手的折叠椅也得当场破功。阿星直接把唐牛按在地上摩擦，这不光是武力碾压，更是把他那种正统传人的优越感按在地上踩得稀碎。说白了，装腔作势永远干不过实用主义。幸好主持人及时提醒时间没多少了，两人才不情愿地结束了这场闹剧。但此时更大的阴谋早已不下。当阿星完成佛跳墙的最后工序时，达叔按下了引爆按钮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阿星将坛子抛向了主持人，爆炸的冲击波将所有食材化为乌有。还有2分钟，你做医生还差不多，认输吧，小子！请问大师，你这一生吃过最好的东西是什么？施主，这个问题要问你自己才对。眼看2分钟时间连备菜都不够，阿星已经被逼到了绝路。可方丈这一句话直接给他打通了任督二脉。顶级料理拼的从来不是食材多贵，技法多花，是能不能打动人心。而往往最能打动人的味道，都藏在最朴素的本心里。这招是九阴真经？错，这招叫黯然销魂手。只见阿星双手并用，一边精心烤制叉烧，一边运用内力催出米饭，最后更以少林绝学火云掌瞬间就烤熟了荷包蛋。仅仅2分钟时间，一份全新的作品便奇迹般的诞生了。随后两人的菜品被呈上评委席，评委在品尝了唐牛的佛跳墙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但当他看见阿星的作品时，却一脸懵逼。这碗是黯然销魂饭。你少装蒜了，叉烧饭就是叉烧饭，加个荷包蛋，最多值20几块钱一碗，黯什么然销什么魂饭啊！别装模作样的，小子！荒谬！我大胆的说一句，在我面前没有人敢装模作样的，你给我安静一点。尽管阿星的叉烧饭其貌不扬，但评委并未被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。当他品尝完一口后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，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掩饰的震撼。这细微的变化让一旁的唐牛顿感不妙。叉烧好吃啊！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叉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让我吃到一碗这么好的叉烧饭？如果我以后吃不到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会流泪呢？有一种哀伤感。是洋葱，我加了洋葱。实在太贴切了，原来是洋葱啊！吃了这碗饭，令人感动的流泪，怪不得叫黯然销魂饭，实在太黯然了，太销魂了，简直太好了！20块钱一碗的叉烧饭直接干翻了山珍海味堆出来的佛跳墙，这一巴掌扇碎了所谓高端餐饮的鄙视链。阿星把对火鸡的愧疚和失去他的痛楚全都做进了这碗饭里，哪怕是被资本裹挟的评委，一口下去也得老老实实被打动。然而比赛的结果早已被场外因素所影响，达叔利用评委欠下的巨额赌债以及他儿子的安全作为威胁，逼迫他必须做出违心的选择。在现实的压力下，评委只能背叛自己的味蕾，宣布唐牛获胜。今晚的食神是唐牛，唐牛才是食神耶！说了那么多废话，还不是要选我？太棒了，根本就没有食神啊？什么？或者人人都是食神？什么？老爸老妈，大哥小妹，男孩女孩，只要用心。说什么？人人都是食神。哪怕阿星的厨艺再怎么强，也架不住暗箱操作和资本控场，现实就是这么扎心。但也正是这一刻，阿星彻底顿悟了，他不再纠结食神这个虚名，一句人人都是食神，直接打碎了所有特权和垄断。只要用心做事儿，普通人也能做到极致。正当唐牛以为阿星精神失常时，观音菩萨竟然现身于比赛现场。原来阿星的真实身份是掌管厨艺的神仙，因为犯错而被贬入凡尘，经历重重劫难，只为领悟美食的终极奥义。是，你本来是掌管烧菜的神仙，因犯天条而被贬到人间，受36劫72难。今天你终于领悟到食的真谛。很多人说观音现身的结局是烂尾，可这恰恰是星爷最狠的浪漫。现实里的资本只手遮天，正义总被他们践踏，只好让神仙来替普通人算这笔账。达叔见此一幕，以为观音菩萨是阿星请来的群众演员，竟不自量力的举枪射击，结果被菩萨随手一指就变成了一条狗。唐牛见状，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。你是不是也想试一试？不是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是闲着没事路过的，这里的人我完全不认识啊！
尤其是那边乱开枪的那个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啊！废话，连狗都不如。转眼间一切又恢复原状，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，达叔竟然真的化身为狗，而唐牛的胸前也被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窟窿，象征着他的内心早已腐朽。风波平息后，阿星又回到了庙街，在这里他遇到了焕然一新的伙计，原来杀手的那一枪打中了他的牙齿，他便借此机会矫正了龅牙，顺便去美容院做了个磨皮，摇身一变成了身材高挑的大美女。喜不喜欢都要说句话呀！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给你。从守护着一面旗子的执念，到挡下一颗子弹的决绝，伙计的爱情生猛又笨拙，最终也换来了阿星不再躲闪的回应。一张画心的纸条扔回去，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有了归宿。也正是重看这部电影，才发现食神的头衔从来都是虚名，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跌进最底层。阿星懂得了珍惜，学会了爱，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才配得上食神这2个字。就像那句台词说的一样，只要用心，人人都是食神。